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有一个名词叫老鼠赛跑陷阱。老鼠为了吃到眼前的奶酪，不得不在转轮上奔跑。它跑得越快，轮子也随之转得越快，直到最后精疲力竭，也够不着一口奶酪。其实，想要吃到奶酪，需要的是向上跳跃，而不是向前奔跑。可老鼠只顾着埋头跑，在错误的方向上用力，白费力气。许多人就像这只老鼠一样，马不停蹄地往前走，却很少停下来思考，在循环式的忙碌中被困于生活的囚笼。说到底，你想要的生活不是靠无效努力堆积出来的。没有深度思考，所有勤奋都是白搭。正如《富爸爸穷爸爸》作者所说，未经思考的努力才是我们贫穷的根源。有位自媒体人说过一个故事，他们公司要做一个重大项目的竞标方案，其中有个环节要展示他们对行业市场的理解。领导让一位同事去查阅资料，了解一下竞争对手这些年都在做什么。原本这部分内容在整个提案过程中只有2分钟时间和客户讲解，因为客户更看重的是他们对业务的理解以及对未来整个品牌传播的规划。没想到1个星期后，同事发来一份足足50页的报告，里面罗列了7、8个竞争对手的资料以及诸多行业研究文章。而这些资料大多是粗制滥造的新闻稿，文章来源不靠谱，里面的观点也经不起推敲。领导当场就把这份耗时1个星期加班加点做出来的报告打回去重做。那位同事当时差点就哭了，他心里满是委屈，为什么明明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结果却不如人意？我想，这样的疑问或多或少也在我们心头浮现过。为什么我们加班到深夜12点，升职的却是同事？为什么我们报了很多门课程，每天埋头苦学，却依旧收效甚微？为什么我们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可长期没有丝毫成长？答案其实很简单，你没有走心。以前看过的一段话，机械式努力只不过是一种肌肉的习惯性运动，没有思想的勤奋其实是最大的偷懒。就像上面那位同事一样，被自己的表面努力麻痹了，肤浅的以为报告页数多就是勤奋。事实上，他以为的勤勤恳恳不过是效率低下而已。洛克菲勒曾说，盲目的努力工作很可能在付出巨大艰辛之后仍一无所获。未经思考的努力没有章法，没有逻辑，只会让你陷入疲累低效的怪圈。摆脱低质量勤奋，养成深度思考的习惯，才是人生进阶的第一步。《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村庄，方圆1里内都没有水源，村民们只能喝偶尔降落的雨水。为解决用水问题，村里挑选了青年艾德和比尔负责供水，并与2人都签订了合约。合同完成后，艾德迫不及待地购买了2个大桶，从远处的湖泊挑水供村民们使用。然而，即便他每天起早贪黑，还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供水问题。另一个青年比尔签约后人便没了踪影。半年后，他带回来一支工程队，敲敲打打地忙碌了1年时间，建立起了完备的供水系统。这个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价格也比艾德便宜很多。很快，全村人都用上了比尔的水。艾德急了，叫上自己的2个儿子，更加辛苦地挑水，水的价格也比之前降得更多，但最终发现根本无法与比尔竞争。比尔和艾德的不同境遇，让我想起流传在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故事。福特的老板曾聘请过一个专家来评定员工的业绩。专家考察后说，有个懒散的家伙整天待在办公室浪费你的钱，每次我经过都看到他把脚支在桌子上闲待着。老板听后却笑了，我知道这个家伙很懒，但他曾经出了一个主意，为我们公司节省了上百万美元。他想到那个主意的时候，脚也是那样支在桌子上的。为什么说这2个故事呢？因为不管在生活还是职场上，人们往往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平庸的人总在强调自己的努力，然后碌碌无为，而高手做事往往是思考后再行动，用结果说话。就如投资人刘润所说，努力只是战术，而养成全局思维，摊开地图，找准切入点，才是事半功倍的战略。所以天天加班并不能让我们成为牛人，起早贪黑也不一定能使我们变得更优秀。如果一个人不善于思考，无论他做事有多勤奋，都很难有创新和突破。眼光敏锐、头脑先行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命运的垂青。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从来不是努力的程度，而在思考的深度以及勤奋的质量。别让无效努力毁掉你一书的作者克里斯·贝利·贝泰称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效的人。他提出高效能生活有3个要素：时间、能量、注意力。任何一种高效的生活都与其中一个或者一个以上要素有关。如果我们对生活和工作没有任何规划，整日匆匆忙忙却没有任何重点，会因为精力分散导致效率低下，从而陷入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的怪圈。在网上看过一个博主的生活记录，他每天都把自己的生活排得满满当当，跑步、看书、陪孩子，在工作之余还在备考财经会计证书。但长时间下来，他却并未得到预期的结果。在他后来的讲述中，我找到了他低效的原因。他跑步的时候想着看书，看书的时候想着给孩子做什么早餐，手忙脚乱的清晨过去了。他到了公司，上班时又忙着点开手机的各种讯息。一天下来，他的精力被严重透支，再也没有心情给孩子读绘本，更别提看考试相关的书籍了。作家老舍曾说，所谓瞎忙，表面上看起来热闹非常，其实它使人麻木，因为忙得没有意义。北大才女刘媛媛读高中时，意识到读书并非应对那些枯燥的题目，而是一次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于是立下志向，一定要考北大。他跟所有苦读的学生一样勤奋，但更讲究方法。他找来几十本书研究学习方法，听各种高考状元讲座。基于这些，他总结出一种快速记忆法，之后又将提高应试能力、合理规划时间等技巧各个击破。凭借这个策略，他见缝插针的学习，3个月后考到年级第1，最终如愿进入北大。我想起哈佛大学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针对的是一群智力、学历、环境等条件差不多的年轻人。研究发现，那些一开始就制定长期目标的人，在25年后基本都成了成功人士。有短期目标的人也顺利跻身社会中层，而那些没有目标的人几乎都处于社会最底层，经常失业，靠社会救济度日。大学有言，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当一个人的目标越明确，通往目标的路径就会越清晰。作家起点布奇说，很多人每天日复一日的重复忙碌，却幻想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未来，这就是荒谬。真正让你变厉害的，是你能建立思考的框架，掌握事物的底层逻辑。学会目标管理，把力气花在刀刃上，才能将你的努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率。点个赞吧，挣脱老鼠赛跑陷阱，活出更有价值的人生吧。